知始皇陵中埋葬的并不是秦王遗骸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水银毒气，就连皇陵中心的青铜棺也仅仅封印着一个僵尸。因我2000年前成了始皇嬴政，为了改变历史的轨迹，我注重养生仁爱子民，却仍被天道无情镇压。最后我只能将自己炼成僵尸，期待100年之后重返人间。而此时我正坐在一个青铜棺中，2000多年了，朕倒要看看你们这些牛鼻子老道还能压我多久。地宫之中无数兵勇颤，手中长戈碰撞，满是肃杀之气。这时一颗陨石泛起一阵金光，压下了所有躁动。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：陛下何故非与天命过不去？千年已过，人间王朝更替，大秦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。如今外界歌舞升平，天下安稳，陛下又为何非要搅动人间太平？哈哈，天命？那你倒是问问那狗屁天命，为何非要朕死？又为何非要跟朕的大秦过不去？青铜棺椁之中传出我的狂笑声。这青铜棺椁之中镇压的，正是当年大秦的主人，天地间第一位皇帝始皇嬴政。生者为过客，死者为归人。陛下已然归去，何苦复返？贫道只要还在一天，便不会让陛下重返人间。那苍老的声音虽然虚弱，但是却无比坚定。张道陵，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苍老声音的主人正是正一道祖天师张道陵。若是没有这颗陨石，1000年之前朕便可划江出关。你这样的修士，朕弹指可灭。现在这天命陨石也挡不住朕多久。待朕出关，必先踏平你正一道一脉。我声音幽冷，若不是这个牛鼻子老道，1000年前我就能师承出关了。以我的位格气运划江而出，出世便是天下独尊。到时像张道陵这样的人间修士，根本入不了我的法眼。哪怕他是什么道门教祖，真正压住我的是那天命陨石系统。还有多久这块陨石上的天命才会消散？预测当前镇压物将在1个月后失效。若有人破坏阵法，可提前破关而出。1个月吗？快了快了！我是一个穿越者，穿越到2000年前成了始皇嬴政。为了改变大秦2世而亡和自己早死的命运，我开始注重养生，励精图治，仁爱子民。然而一切都是做无用功，历史没有改变。帝国37年，东郡降下了一颗陨石，上书始皇帝死而地焚。随后我的身体就开始急剧恶化，短短1年就到了药石无医的程度。不管我怎么做，那冥冥之中的天命都会拨乱反正。修正历史轨迹，我注定要早死，大秦注定2世而亡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，既然一定要死，那就把自己养成僵尸，期待100年之后重返人间。显然我成功了，而且在死后激活了系统，只要出关之后在各个地点进行签到，就能获得巨额奖励。如果不是那些个道士，当今天上天下早已唯我独尊。想到此处，我体内煞气翻涌，整个地宫开始剧烈晃动了起来。见此一幕，张道陵叹息一声：哎，天灾将至，也不知外界修道后辈如何，为何这几百年时间都无人再进入皇陵镇压祖龙了？当年他是第一个发现始皇陵异样的人，还记得第一次来骊山，直接将他给吓傻了。这位始皇帝竟然在养自己的尸，天地间的第一位皇帝，后世尊称的祖龙统一天下的王者，这样的存在以嬴政的位格，一旦成将，他不敢想有多恐怖。于是他邀请到一众高手进入皇陵镇压祖龙，同时还在门中留下信息代代相传。如今2000年已过，只剩下张道陵的残魂苦苦支撑，其余的镇陵道士全都羽化仙去了，就连陨石也暗淡到几近全无。与此同时，皇陵地宫入口处，一对盗墓贼悄悄摸到了这里。这一行人不仅仅装备精良，随行的更是有紫袍天师真阳子。动静小点开始吧。领头的王武示意自己的一众小弟开挖。始皇陵的地宫入口早已被发现，甚至周围的陪葬坑都被发掘了出来。只是这核心地宫，为了保证里面文物的完好，一直没有挖掘。但官方还是派了几队特警长期巡逻，就是防止有盗墓贼胆大包天偷偷挖掘。但王武等人不怕死，趁着夜色悄悄挖到洞。2个小时后，一个完美的盗洞被打通。大哥挖好了！一个小弟从里面钻出来，兴奋地大喊一声：什么人？双手举高不许动。紧接着远处几道光束打到王武这边，该死他喵的，都叫你们动静小点。事到如今只能赶紧进去了，这可是始皇陵，他们不敢贸然进入破坏文物。现在他也顾不得里面有没有氧气毒气的，进去总比被抓好。远处巡逻的特警也迅速跑了过来。糟了，还真有不怕死。那对特警脸色难看的来到了盗洞边上。自从始皇陵被作为景区展览之后，这种事儿还是第一次。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，还有个道士是吧？还是紫袍的。龙虎山的人什么时候掺和这些事儿？马上向上面汇报。另外让人联系龙虎山那边，看看什么情况。随着命令一层层的传上去，骊山附近的所有巡逻特警都被召集起来，封锁整个地宫周围，公然挖掘始皇陵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大半夜无数人被电话打醒，连夜赶往现场。地宫之中，王武一行10几人小心地看着周围的景象，从盗洞一路滑下来，竟然落到了一条长廊之中，两边的墙壁上亮着长明灯，这说明至少这条通道里是有氧气的，让王武等人松了口气。大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外面全是警察，他们现在竟是进来了，可怎么出去啊？怕什么？想发财还怕死？活该你们穷一辈子！王武吐了口吐沫，恶狠狠地说道：这始皇陵的地宫多大，你们知道吗？随便找个地方打个盗洞，咱们就出去，这里面可都是好东西，随便掏上一件卖去国外，那就是几辈子花不完的钱。说着，王武掏出腰后别着的手枪，谁要敢在这时候打退堂，他直接就是一枪，不狠他也不可能这么多年还逍遥法外了。听着王武的话，众多小弟也冷静了下来，都来捣斗了，有钱赚就行。麻子，你去前面探探路，出去了你多分1成。好了，大哥。那换做麻子的小弟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，随后深吸一口气，率先朝着长廊深处走去。王武等人则小心地跟在后面。那紫袍道士真阳子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，只是静静走在众人的身后。地宫深处的陵寝之中，张道陵睁开双眼，眼中闪过一丝兴奋。有人来了还不少，这下好了，后继有人了。张道陵看向了王武等人的方向，脸上松了口气。王武这些人一进地宫，他就感应到人数不少，至少有10人之多。如今偌大个始皇陵，只有他一人还在苦苦支撑。现在总算来了些后辈了，待这些人各自归位，镇守陵寝之中的阴气。陛下想要出关，恐还要再等数十年了。张道陵心情大好，看向青铜棺椁笑道：是吗？潼关之中传出
出我悠悠的声音，还带着一丝笑意。确实是有人来了，我也能感应到这地宫之中发生的一切，但来的这些人和之前那些臭道士可不一样。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这群人是盗墓贼。张道陵现在只是残魂状态，只能感应到有人进入了地宫而已。这位祖天师经历了2000年的磨损，早已不复当年了。而我随着封印的减弱，对外界的掌控越来越强，我能清晰地感应到来人大多是普通人，外加一个弱得可怜的小瘪三。这群盗墓贼若是利用好了，说不定能提前破掉各个地方的阵法。看来需要引诱一番了。我当然不会傻到这时候去提醒张道陵，这群盗墓贼能进入地宫，对我来说也算意外之喜，当然得好好利用起来。此时的龙虎山，当代老天师张鹤琴接到了上面的电话，什么？我的人盗墓，我警告你哦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，我告你诽谤哦。老天师躺在床上，接着电话，右手还在扣着脚，乍一看上去完全没有半点天师的气质。可就是这个看上去有些玩世不恭的老人，是当时唯一的绝顶修行者。现场看到了紫袍道士，道德啥墓啊？始皇陵，你确定？老天师一蹦3米高，直接从床上蹦了下来，脸上的淡然已经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惊恐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亲自走一趟。对了，叫你的人守在外面，绝对不能进去，那个盗洞也立刻给盖上。老天师挂断了电话，脸色极其难看，随后推开房门，叫来了2个小道士，立刻让所有鹤字辈弟子来见我。老天师的脸色极其严肃，那2个小道士应声，连忙下去传达老天师的意思。不多时，老天师的房间之中便聚满龙虎山所有老一辈门人，这些个人随便扔出去一个，都是能覆灭一方鬼王的道教高工。掌门师兄，这大晚上的叫我们过来干啥？是啊，鹤琴，有事不能明天说吗？咱们都一把老骨头，大晚上的经不起折腾。一众老道看向老天师，开口问道：刚刚上面给我打电话说咱们龙虎山的弟子出息了，跑去盗墓了，还被当场看到。老天师整理一下心情，开口道：盗墓？哪个兔崽子皮痒了，还跑去盗墓？就因为这个小事儿吗？让戒律堂的师弟们去给逮回来，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呗，不是一般的墓室骊山始皇陵。什么？那不用戒律堂出手，告诉上面该枪毙枪毙，这种犊子我们龙虎山不护。看着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着，老天师有些头疼的摇了摇头。在场众人只有他明白事情的严重性，眼下怎么处置那个弟子根本不是重点。诸位传我天师令。老天师身上气势一变，脸色威严，在场诸多道长立刻噤声，立刻召集在外所有弟子返回龙虎山，山上所有闭关者立刻出关。凡我正一道修士放下手里的一切事情，即刻动身前往骊山，片刻不能耽误，我亲自下山带队。与此同时，骊山景区临时指挥部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听说龙虎山下了天师令，乖乖的，这事儿不至于吧？虽然始皇陵是珍贵，但老天师还不至于下天师令吧？上次见到龙虎山天师令，好像是60年前那次百鬼夜行吧？这始皇陵有这么特殊吗？办公室里，各部门的负责人齐聚在此讨论着，始皇陵进了盗墓贼，这事儿是大，但也没大到让龙虎山倾巢而出的地步。待会老天师就来了，看看他怎么说吧。地宫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各个出口已经全面封锁，露头就秒。不多时，几道尖锐的破空声响起，随着办公室的大门打开，老天师身穿白色长服走在最前面，身后跟着一群穿着灰色长服的老道士们。老天师，你们这是唱的哪出啊？这又是天师令，又是倾巢而出的，您要是不说清楚，我心里没底啊。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大叔开口问道，他是在场所有人里级别最高的，也是这次突发事件的总负责人。老姜，这次可是出大事了，地宫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？没什么动静，出什么大事了？老天师闻言松了口气，这事也赖我，这么多年始皇陵都没出事，也就没有特意提醒过你们，只是反对发掘而已。听您的意思，这始皇陵不简单，何止不简单？能调动军队过来吗？最好准备一些当年给小樱花投的那个。你疯了张鹤琴？江山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不行就算了吗？老天师讪讪笑道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龙国境内，还特么临近城市，放核弹有病啊？不对，是要核弹干啥？老天师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以老天师的身份，自然不会随便开玩笑。你们本来没有权限知道，哪怕是我龙虎山的人，也只有成为金丹修士或者当代天师才有知情权。但现在事发突然，只能讲与你们听。这事还要从当年我龙虎山第一代天师祖天师张道陵说起。汉安元年，祖天师得老君受法，正义蒙威之道。老君叮嘱祖天师，若修此道，当扫除妖魔，救护生命。至此，祖天师创立我们正义道，并且谨记教诲，游历天下，扫妖除魔。游历之时，祖天师路过骊山，听闻骊山葬着一位皇族，便想着看上一眼。然而就这一眼，便造成了我正义道历代天师皆不可葬在龙虎山。说到这，老天师脸上泛起一丝苦涩。祖天师见这座皇陵格局很怪异，骊山坐南，渭水川北，山水俱扬，这本应是一块风水宝地，可他看到的却是大凶之阴，这就好像一个炼尸地，且陵墓地宫之中阴气萦绕不散，凶煞阴戾之气横行，这简直就是一块极品养尸地。一位皇族葬在此处，不出100年必成尸王。一番打听之下，祖天师知晓了这是谁的墓，千古一帝始皇嬴政的皇陵。说到这，不少人已经反应了过来，一个个的瞪大双眼看着老天师。您的意思是有人用始皇陵养尸？此刻连龙虎山的众多道士都惊了，始皇有画江的可能。江山虽然不懂道法，可他喵的这一听就恐怖啊！一般来说，身份越高位就格越高，占据的气运也就越庞大，而这一类人是极难发生尸变的。纵观古今，还没有哪一位皇帝尸变过。可现在他们听到了什么？天地间第一位皇帝，天下真龙之祖，极有可能画江尸变。谁给这位祖宗选的皇陵啊？他是想毁灭天下不成？没错，更可怕的是，祖天师当时进入皇陵，发现了一个秘密：始皇嬴政是主动养尸，他想要死后尸变，重返人间，主动将皇陵格局变为大凶至阴之地。始皇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，布置在整个皇陵，维持皇陵1000年阴气不散。纲目记载，水银乃至阴之精，如此庞大的水银提供阴气，骊山的风水格局就不会再被后人所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10万兵俑陪葬，那兵俑皆是以活人炼成，一旦始皇尸变，那10万兵俑恐也会随之化浆。众人麻了，他想干什么？活着的时候一统天下做人间始皇，死了难不成还想一统阴间成就始皇？为此，祖天师找到了当年亡秦的那块陨石，以此为阵眼，布阵压住了始皇，再广邀天下强者入皇陵，不断
断为那块陨石提供力量。我正义门中也留下了相应信息，凡是金丹修士，务必前往皇陵镇守。这些进入皇陵的道士，则被称为镇灵道士。现在内史皇陵中有我正义门165位天师的尸骨，更有天下同道不计其数的羽化在里面。可现在有毛贼进去了，还有一个我龙虎山的逆徒。一旦那几个进去的傻波一破坏了某些东西，事情可就大条了。那位要是出关还玩个屁啊！其本来位格就已经是人间第一，又在关中积蓄了2000年的力量，一旦嬴政真的师承出关，人间恐陷入永夜。那个我问一句哈，你们天师死后会尸变吗？这时特警队的负责人弱弱开口问道。所有人都在想嬴政出关会怎样，可他却想到了那165位天师的尸体。那始皇陵不只有祖龙的呀，会，但先辈们应该也会想到这点吧。老天师有些不确定，天师也会尸变的，尤其是始皇陵的地宫之中有水银汇聚而成的阴河，这里面有165位天师。想想一旦始皇出关，身后跟着10万兵勇，还有龙虎山165位天师，怎么打？拿头打呀！江山默默地掏出手机，向上面打了个申请报告。老姜你干嘛呢？老天师看江山一直在那儿捣鼓手机也不说话，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：啊这老天师啊，你也知道我60了马上就退休了，上面一直催我把退休报告填了交上去，我这不是抽空搞一下吗？可不是因为我害怕啊，没办法，法定退休年龄到了吗？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。老天师摇头失笑，当年祖天师布下大阵封印，又有无数同道入墓助力，更有我龙虎山1000年来百位天师前仆后继而去，封印不是那么好破的。那几个盗墓贼能不能进得去主墓室还两说，大家别自己吓唬自己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先派一小队人进去吗？特警队的负责人开口问道。始皇帝宫恐怕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秘密，这进去的人很有可能就出不来了。老天师犹豫了一下，开口道：千百年来，无数修士进入地宫镇守皇陵，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出来过。这始皇帝宫进去容易，出来难，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出来。这里面有他们所不知道的限制。到现在，各门各派人才凋零，功法失传，始皇陵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，因为先辈们全都进入了这里，再也没有出来过，传承断了。各门各派现在连个金丹都没有，包括他老天师自己都只是半步金丹，否则他早就进入皇陵成为镇灵道士。如果要派一小队人进去，恐怕就要做好一辈子都出不来的准备。老天师看向江山道，俗称敢死队。这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下去。派人进入地宫，这不是探路，这是明着派人去死，那也得派人进去。特警队的负责咬牙道，这不是个人的生死问题，而是我们一国存亡。那样的存在一旦出来，谁挡得住？难不成真在自己国土上扔几千颗核弹，那跟自我毁灭有什么区别？老天师听了这话，沉默了一下，开口道，核弹洗地也不一定镇得住那位。老天师，你没在开玩笑吧？你一定在开玩笑。哎，文中关于始皇陵的记载太少了，但有一点说得很清楚，嬴政位格极高，一旦划江而出，凡间无人可挡，非外力能坏。总之不能什么都不做，派一队人先进去看看吧。江山深吸了一口气，也同意派人进去探明情况，总不能坐等最坏的结果。还有，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全都不许离开，关于始皇陵的秘密不能泄露出去一丝一毫，否则论叛国罪处。毕竟这其中牵扯的问题太大，一旦传出去，让那些间谍知道了，那还得了？恐怕闻着味儿就跑来搞破坏。地宫之中，陵寝宫殿，我平静地待在青铜棺椁之中，2000年都扛过来了，最后这点时间我等得起。越是疯狂，就越要平静。这群盗墓贼倒是可以利用起来，激活那些牛鼻子的尸体。那个道士身上有正义门的气息，若是能控制住，就能破开外围张老道的阵。这个道士要怎么引用？就像老天师所想的一样，整个地宫之中有无数道门先辈的遗骸，这些遗骸散落在地宫各处，常年受到阴气以及我时不时散发的煞气滋养，个个都呈现出僵化状态。若不是张道陵还有后续进来的历代天师不断的画符布置镇压，整个地宫早就僵尸满地跑。而现在这群盗墓贼就是打破契机的关键，只要让这些盗墓贼克制不住贪婪，破坏掉那些尸体上的镇压之物，整个地宫就会瞬间大乱。那就让我送你们一份大礼。我心中一动，耗费全身煞气，硬生生的挪动了一丝青铜棺椁，一道气息飞射而出，没入黑暗。张道陵的残魂也注意到了棺椁的异常，陛下干了什么？张道陵心中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，见青铜棺椁之中的我没有理会，张道陵心中更是慌张了起来。糟了，大阵已经压不住始皇了，刚刚入墓的后辈怎么还没过来？张道陵脸上满是愁苦，他已经要坚持不住了。长廊甬道，王武一行人缓慢前行着，这地宫真是够大的呀，这得有1个小时了吧？连甬道都还没走到尽头，王武脸上带着一丝兴奋，这皇陵越大，说明里面的东西就够多，同时他们也更容易出去。大哥，前面好像到头了，有个墓室。前面探路的麻子兴奋地大喊道：兄弟们走，发财去！王武大笑一声，带着众人连忙跑向那个墓室。真阳子则不急不缓地跟在众人身后，看似淡然，但其眼神深处却又有着一抹狂热晦气。这么大个墓室，就特喵只有1个遗骸，还是个臭道士。墓室之中传来王武的唾骂，他没想过这是什么主墓室，但即便只是个小测试，也该给点东西才对吧？不对，他喵的，这墓早有人下来过。王武反应了过来，转头看向那盘坐着的道士尸体，那身上的道袍怎么看怎么不像秦代款似的，这说明眼前这具尸体是后面进来。王武连忙凑上去仔细观察了起来，穿的是鹤氅道衣，应该是明代以前的道士，几百年了肉身不腐，这遗骸估计也值老钱了。王武上下打量着，现在看到的那些道袍是明代才出现的，在这之前，尤其是汉朝大多穿的是鹤氅道衣，文物这些东西，他王武可是专业的。符箓，王武犹豫了一下，又伸手将那尸体头抬了起来，只见其额头上贴着一张符咒。道长，你认识这玩意儿吗？王武回头看向真阳子问道。这符咒也是老物件了，弄出去卖给那些个道门，老值钱了。天师镇煞符，龙虎山第19代天师张瑞武所创，可驱尽一切邪灵恶煞。他的胸前应该还有一道镇尸符，最好别动。这位尸体已经僵化，一旦挪开符咒，立刻就会尸变。真阳子的语气凝重了起来。怎么，道长你怕了？这进来前可是说好了的，机关所到我们来，这驱邪除鬼是你的事儿，你特喵的看不出来这是位老前辈吗？你脑子让驴踢了？几百年前的老前辈，我拿头去。大哥，这里还客字了。这时一个小弟看见那尸体身前
的地板上刻着一些小字：袁天罡，道门术士，于大唐贞观19年入皇陵镇祖龙。这字似乎是后来人刻上去的，因为其字为简体现代字。袁天罡这名字听着咋这么熟悉呢？袁天罡，王武突然瞪大双眼，看向那遗骸，眼中涌出无尽的贪婪。袁天罡啊，当年李世民亲封的大唐国师，和李淳风共同创作出《龙国预言史上第一奇书《推背图》，这样的人物竟然在始皇陵中就这么简单的死着。袁天罡的遗骸这得值多少钱啊？还有《推背图》的原本一直没有被找，难道在他身上？王武眼中贪婪愈发强烈，而真阳子在知道地上的尸体是袁天罡的时候，原本还小心谨慎的脸上瞬间被贪婪所吞噬。原本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前辈，没想到竟然是袁天罡，这一趟来成了。真阳子眼中闪过一丝疯狂，一把推开了围着尸体的重物。等我收了这袁天罡，这一趟地宫之行应该就稳了。等我出去，张鹤琴那个老东西就得把天师之位给我让出来。真阳子嘴中自语着，随后掏出了一张符箓，看似茅山的赶尸符，却又有些不像。袁天罡这样的存在化作僵尸，天下谁人能挡？我若以此符将其控制，整个龙国我为道尊。真阳子此刻也不再压抑自己，直接将那符贴在了袁天罡身上。他竟然想将这袁天罡化僵之后控制起来。地宫深处，我看着这一幕，脸上笑意更甚，有意思。从正一道转修赶尸道，甚至还将其融合，是想要炼化僵尸走捷径吗？朕这地宫之中可有的是僵尸给你去炼，希望你也不要让朕失望才好。看来几人似乎不用我出手引诱，这些人天生就是来破坏阵法的，那朕就助你一臂之力，希望你能走到朕的面前。随即心念一动，游荡在地宫中的那一道气息瞬间没入到了袁天罡身体之中，帮助真阳子炼化了起来。这道长在干嘛呢？那墓室之中，一众盗墓贼看着真阳子的动作不明所以。炼尸，王武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多少有些见识，看得出来真阳子似乎在炼尸。犹豫了一下，他没有打断真阳子，毕竟这地宫之中后面还有很长的路，难免要依靠人家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真阳子睁开双眼大笑了起来：道爷我成了！袖袍一挥，只见袁天罡身上的镇煞符与镇尸符便被揭去，无边煞气爆发而出。仅仅几个呼吸间，袁天罡就完成了尸变，整个墓室凶煞之气瞬间大涨，地宫之外的天穹之上更是隐隐有雷霆汇聚。哈哈，老祖宗就是不一样，成将便是飞将，天下何人能挡我？真阳子脸上满是疯狂神色，似乎是将压抑已久的情绪瞬间爆发了出来。子不语把僵尸分成8个种类：紫僵、白僵、绿僵、毛僵、飞僵、游尸、伏尸、无化。接下来就去找那兵马俑，还有那传说中的祖龙。哈哈，无道成瘾。真阳子疯狂大笑起来。他进入皇陵地宫，为的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皇陵之中那些将士的尸体，还有那位天地间第一位帝王的尸体。苦心修行数十年，他融合了赶尸炼尸一道，就是想将那些个生前位格极高的人炼成僵尸，走上捷径。如今成了，却浑然不知。他能炼化袁天罡，全靠我那一丝气息压制住了袁天罡的凶性，否则接符那一瞬间，真阳子就会被反噬而死。炼化朕等你来。看着真阳子疯狂的模样，我眼里的笑意愈发浓郁。疯狂好啊，只要这个真阳子够疯，我今日就是破关临世之时。道长，你炼尸我不阻拦，但这钱，这是王武开口了。炼不炼尸的他不感兴趣，但这可是袁天罡的遗骸，代唐国师，仙古奇书推背图的作者之一，各种盛名加持，骸骨又保存如此完好，这少说也得带几千万。这一趟所有金银财物全归你。真阳子瞥了眼王武，一挥袖袍，表现得十分清高。他看不上那些个什么古董财宝，他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那位存在的遗骸。袁天罡只能算是意外之喜，不过有了炼化袁天罡的经验，对于那位真阳子更是有信心了。道爷大气。听到这话，王武咧嘴一笑，带路吧。真阳子摆了摆手道，要不是留着还有用，他早就一巴掌拍死这个贪财的憨货。行，麻子找机关。王武也不在意真阳子的态度，大手一挥，那几个小弟轻车熟路的找起了墓室里的机关，别的他们不行，但论导斗，那可都是他们的看家本领。此时陵寝之中，张道陵脸色难看的看向地宫入口的方向，那是袁道友的气息。化僵成尸，谁动了镇煞符？张道陵眼中闪过一丝怒意。袁天罡虽是后辈，但其经验才绝，300年前作化于地宫入口的墓室，由他亲自在其身上留下了一道正气禁制，还有镇煞符与镇尸符封住天灵与坛中2处，绝不可能施化才对。可刚刚那股气息，明显就是化僵成尸。那地宫之外亦有雷劫若隐若现，这些刚刚进来的后辈在搞什么？张道陵抬头看了眼嬴政的棺椁，恨不得现在就跑过去抽王武等人几个大嘴巴子。恐惧吗？朕马上就要重临人间了。我的声音传出青铜棺椁，陛下何苦？张道陵抬头看了眼青铜棺，满是无奈。只要贫道还在一天，哪怕魂飞魄散，也不会让陛下出去的。那你又是何苦？我声音拔高质问道。朕与你有仇乎？没有。张道陵摇了摇头。有怨否？无怨。张道陵继续摇头。无仇无怨。你又为何要入皇陵镇守2000年，为天下苍生？张道陵脸色严肃，哈哈哈哈！天下苍生道貌岸然，整个陵寝都随着我的笑声颤抖了起来。朕问，朕可做过什么害了天下苍生？什么也没做。到现在为止，我都还未出过青铜棺，更没有危害天下苍生一丝一毫。那你为的是哪门子的苍生？青铜棺颤动着，这也算理由？张道陵张了张嘴，过了良久才继续道：贫道为未来苍生镇僵尸者嗜血成性，若陛下出关，天下又还能有几个活人？陛下昔日为始皇，便发动战争横扫陆河，致使天下陷入战乱10年，更是覆灭6国，致使6国百姓流离失所。如今化僵成尸重返人间，难道不会重建大秦？天下会陷入更大的战乱，死无数的人。那朕问你，2000年来朕可杀过一人，可稀释过一尊人血？哪个又敢断言朕成僵尸便是为了屠杀天下人的？没有。但张道陵话没说完，便又被我打断。既然没有，那朕为何就是恶？为苍生不受战乱之苦。你镇了朕2000年，外面可曾天下太平？天下死了多少人？没了朕，天下才会大乱。王朝更替自有天命，陛下妄图以一朝气运永存世间，便是错。一国帝王长生久世，便是错。朕求长生有何错？大秦万世又有何错？天下归于大秦，万世就不会再有战争。朕问你，如果朕不死，大秦不灭，天下归一，还有
人会死于战乱否？五胡乱华，扬州10日，嘉定3屠，八国联军，岛国侵华还会发生否？朕若在，大秦若在，天下要少死多少人？我求长生又有何错？天下归一又有什么不对？吾辈修士降妖除魔，陛下为僵尸自当处置。张道陵强撑着心中的正义说道。听到这话，我笑了起来。可何为妖，何为魔？又为何要除妖？为何要除魔？话又绕回去了。除妖除魔是为苍生，可我什么都还没做，利刃在手，一起杀心，权大无边，必欺良善。陛下耗费100年布局10万大军血迹，又搜天下之阴晦于墓中养尸，难道只是为了好玩？一旦陛下出去，何人能挡？老道无能不敢赌，自不敢放陛下重返人间。他知道嬴政什么都没做，什么毁灭世界、天下永业，都只是他的猜想。为了这个猜想，天下经验才觉得后辈们犹如飞蛾扑火一般，一头扎入始皇陵，因为他们不敢赌，因为嬴政太过于恐怖。一旦让嬴政这位始皇帝化江成尸，破关而出，决定权就不在他们手里了。所以哪怕我什么都还没做，张道陵就已经将世界毁灭者的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。于是我是不是真的是傻？是不是真的会毁灭世界？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弱小，所以拒绝强大存在出现。你总算说到根本了。我语气之中带着嘲笑。那朕再问你一次，为何朕我因为弱小？张道陵虽不想承认，但这确实是根本问题，差距过大，要么高高举起奉为神灵，要么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为了天下苍生，那只是个理由。2000年，朕问过你无数次，你总算是承认了。说到底是因为弱小，你们惧怕朕，恐惧朕，天下永业朕从未想。可尔等众相反，污蔑于朕，那寡人就做给你看。张道陵看着青铜棺之中涌出的无边煞气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朕看你还能阻我多久？我说完便沉寂了下来。今日我消耗了太多心神，需要静养一番。张道陵深深叹了口气。或许当年他就应该想到这个结果。嬴政这般恐怖的存在，如果仅仅只是镇压，早晚有一天会出事的。只是这一天来的有些太早了。外界，老天师看着地宫上空雷云翻滚，心中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。劫云汇聚，煞气冲天，这是有大将出世。老天师双腿有些发软，应该不是那位吧？如果是那位始皇，就应该不是劫云汇聚，而是直接劈下去了。从这一项来看，应该是哪位老祖宗画僵了。那该死的盗墓贼，特马的别真让这家伙给说中。始皇没事变，我龙虎山165位老祖先变。老天师双手握拳，恨不得立马将王武等人拖到跟前，一人一个大臂斗。掌门师兄，查到了，那个跟盗墓贼混在一起的道士，是咱们正义道附属道统紫辰道的负责人真阳子。先去将整个紫辰道的门人控制起来，问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个真阳子到底想干什么。他们道门只是一个统称，旗下还分有各个道统，比如他们龙虎山正义道、茅山上清道、昔日张角所立的太平道。这些个道统中，强大的则占据各个名山大川，正义龙虎山、全真中南山、上清茅山，而弱小一点的道统则依附在强大道统之下，慢慢被其同化。紫辰道就是正义道附属，再往后会慢慢并入正一之中。老天师，这僵尸有灵智吗？江山这时来到老天师身后问道。寻常僵尸不开心智，只知嗜血，尤其是刚一出世之时，会寻找至亲血脉吸食血液，尤为嗜杀。等成了飞僵才可有一丝灵智，但绝非人类之灵。他们不会记起自己的前世，和生前完全是两个人。而到了浮尸，则心智大开，与人无异，但终究也不再是活着的样子，不会再以人类的思维去行事。他们只是僵尸而已。江山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随后继续问道：意思就是僵尸已经不是人类了，活过来的不是生前的他们？没错，否则吾辈修士又何必对其赶尽杀绝？人类的血液对僵尸有着莫名的吸引力，对他们来说我们是食物。如果人死后变成僵尸活过来，依旧还是生前的思维，与生前无异，那他道门前辈那不得个个都变成僵尸啊？毕竟这玩意儿不死不灭，虽有诸多限制，但好死不如赖活着呀。可问题的关键就是僵尸始终不是人，两者的关系是掠食者和食物，活过来的只是一个全新的怪物，不再是生前的你，甚至不会有任何生前的记忆，只知道嗜血杀戮，没有例外吗？江山皱着眉问道。没有。僵尸说到底那也是不死不灭，如果真能保持生前的灵智，这天下有多少人会主动变成僵尸啊？这倒也是。江山理解的点了点头。僵尸如果还能和生前一样，那这玩意儿就不是邪门歪道了。谁不想永生不灭，再度享受人间啊？不过传说中僵尸若能修成不化骨，便可找回生前的记忆，但那不化骨何其之难，想要成就不化骨，恐需千万人血液为基。不化骨，那始皇帝这样的存在，出世能成不化骨吗？听到老天师的话，江山眼神一亮，继续问道：这难说，以历代先祖以及祖天师的记载，始皇恐出世之后会比不化骨更为恐怖，有可能成就传说中的旱魃。老天师神情凝重，能让张道陵这个祖天师这般畏惧，只能说明那位始皇帝恐怕出世就是旱魃这样的凶神。旱魃已经不算僵尸了，而是一尊天地正神。旱魃，那旱魃有人类的思维的吗？是否能够交流？江山连忙问道。应该能吧，我又没见过旱魃，所有的都是从书里看到，至于能不能他也不好确定啊。能交流，那就是有的谈了。江山思路活跃了起来，他不是道士，也不是修行者，而是官方的人，所以他的思路当然也不是修行者那么极端，动不动就是你死我亡的，谈一谈不好吗？降妖除魔他不行，可谈判这是他的看家本领啊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是人情世故。国家机器的恐怖之处就在于既能打又能谈，它是一切力量各方长处的集合体，它不像道士以正邪这么极端的方式去划分阵营。老江，你想干什么？老天师逐渐回过味来。老天师，我和上面交流过了，上面的意思是能不打就不打，我希望你们能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江山正了正脸色，开口道：什么意思？你别太天真啊，那是僵尸。僵尸啊喂，你不会想去把那位给放出来谈谈吧？你们要想好后果，这不是什么普通的僵尸，那位是谁？世界上最古老的皇帝，世间真龙之祖，身上的气运因果不知道有多庞大，一旦谈不拢，永夜将至。老天
天师，时代变了，正邪之分太过极端了，这赌不如输的道理你应该明白吧？见老天师依旧有些反对，江山一把搂住老天师的肩膀，哎呀，没说现在就去把那位放出来，我的意思是，一旦事情真的不可挽回了，那咱们就不如顺水推舟，助始皇一臂之力，然后再谈谈嘛，重建大秦也好，想西邪也罢，不都说了吗？时代变了，现在又不只有中原地图，还有世界地图的吗？江山说着看向了小日子和鹰将的国家，可是那位一旦没谈拢，天下恐将生灵涂炭，不同意，行，那你去打吧。江山两手一摊，示意老天师现在就可以进皇陵了。